各位朋友，终于要来组我自己的新一台梦幻桌机了。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今天是一期比较轻松的节目，应该不少人都知道，我们每年都会出创作机要怎么选零组件的题材。那会有这个计划的原因很简单，一来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换工作机的需求嘛，所以测出来的结论我们自己肯定用得上。二来是游戏机的组装资讯到处都有，但是创作机的资讯真的非常少，所以当时就想说，好，我自己有换的话，就免能帮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状况。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把我的主力剪辑机换成了 Core Ultra 7 265K， 然后搭配上5090的配置。不过在摄影棚里面的2号机，则还是维持着 i9 13900K 搭配上5090。那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来帮这一台更新一下了。那身为创作者，这两台机器组装的时间，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可以跟大家分享。目前2号机里面装的是一颗 Intel Core i9 13900K， 那选它的原因也很简单，毕竟当年13当年真的很香。其实 Intel 从12代开始，对创作来说就已经香了一波了嘛。那时候我们就一次帮整个工作室的机器全部换上了12代，你就知道有多香了。当年凭借着 Intel 首发的内显加速，12代的输出效率直接比 CPU 慢慢解快了50%以上。那没想到隔年的13更香，所以想当然，我也第一时间就换上了 i9 13900K， 一直稳稳的陪伴我到今天，很乖。那目前这台2号机对我来说主要有2个痛点。第一，当年13代推出的时候 Gen 5 SSD 还不普及，所以在插上4090、5090这些新世代显卡之后 ，PCIe 的通道数量就非常吃紧了。所以我手上有很多之前为了帮大家测试入手的 Gen 5 SSD， 在这台机器上根本无法发挥。虽然要说够用，是够用啦，但 Gen 5跑 Gen 4还是有点可惜。那趁着这次换机，我今天顺便把这问题解掉。那第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现在的主力机是去年推出的 Core Ultra 7 265K 嘛。那我大概用了这颗1个多月之后，就觉得13代真的该换了。如果从游戏表现来看，这个处理器其实就是常规更新，但是如果是拿来创作用，这绝对是值得换代的一代神 U。对创作者来说 ，Intel 不只换上了 Arrow Lake 的新架构，最重要的是这颗用上了新一代的内显。对创作软体来说，内显加速是真的非常有感的。我们去年就测过了嘛，同一台桌机，同样的零件，光是打开内显加速，输出时间就直接省下了13%。那这个差异有多大呢？大概就是你花钱升级 RAM， 然后你再花钱升级 SSD， 甚至花钱把 U7 升级成 U9， 可能都还没有打开内显加速提升来得大，所以是真的很舒服。那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时候的 Z890 降价 ，RAM 不贵 ，SSD 便宜，甚至连 Ultra 7 265K 都来到了完全无法拒绝的甜蜜点。我身边一票创作者当时几乎都换了一波，拿来创作是真的很舒服。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年 U7、U9 都有测，但我自己换 U7 的最大原因。以创作机来说，去年 U7 的价格跟表现真的挺香，绝对是一匹黑马。所以依照这个故事，2号机肯定是要再来一颗 Ultra 7 265K 吗？结果没想到，等着，机体价格就回不去啦。这个球，相信变人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不是啊，我是说等着，居然等到了 Intel 推出了 Arrow Lake Refresh， 等到了全新的 Intel Core Ultra 200S Plus 系列啦，而且还遇上了 Intel 杀疯之作，这代直接把 Ultra 9当成 Ultra 7来卖啦。所以没错，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 Intel 最新推出的 Intel Core Ultra 7 270K Plus 处理器。那这代最大的重点就是 Intel 直接在 Ultra 7的定位塞入了去年 Ultra 9的规格。我目前初步测下来，这代的 Ultra 7 270K Plus 在创作软体上几乎是全面领先去年的 Ultra 9 285K， 非常夸张，甚至连游戏表现大部分也来得更好。这可是万元出的 CPU 啊！这绝对是我2026组电脑花的最值的1万。现在1万块到底可以买到什么零件啊？并且以价格来说，虽然这颗的台湾开价不算低，但是你对比上万元价位带 A 加，你大概只能买到 R7 970X 或是 Intel 自己上一代的265K。那这2颗在规模和创作表现上都是完全没办法跟 Ultra 7 270K Plus 比的。那要买到可以比的，
那就要上到 Intel 自己家的 Core Ultra 9 285K A 加，要到 R9 9950X， 但是这2颗的价格就已经要将近2万了。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以创作来说 ，Core Ultra 7 270K Plus 绝对是新一代的黑马。而且以现在这个情势，我手上的这条 SSD 2万多块，我手上的2条96GB 的 RAM 绝对要个4、5万块。相形之下，现在换 CPU 可以让我早睡个半小时。我手握着这2条 RAM，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还会不小心笑出来呢。好了，我就不废话，一起来组电脑吧。好，依照惯例，我们还是先来看这次的零件组合。首先是主板部分，我自己的工作机还是习惯挑好一点，工作的时候稳定性真的高于一切。那今年我选的是已经出现过很多次的老朋友 ROG Maximus Z890 Hero， 这是一张有22+1+2+2项供电的高阶主板。虽然说 Arrow Lake 架构的 Intel 处理器对电力需求相对比较低，但今天要装的是 U7 270K Plus， 毕竟也是一颗比肩 U9 的猛兽。所以在我一剪就是至少几十个小时起跳的状况来说，长时间高负载之下的供电稳定性还是有所帮助，并且对高阶板来说，把供电做好本来就是基本的啦。那在其他细节上，身为 ROG 最主力的高阶产品线，在散热上肯定是旗舰领域，包括在主要供电、I/O、SSD、晶片组织上 ，ROG 都塞满了非常豪华的散热用料。并且最重要的是 ，Intel 去年就已经大改了 Z890 的 PCIe 通道配置，直接拉到了20条的 PCIe 5.0 通道，并且其中的116通道可以再切成108加140加140使用。那这也是我想换机的新一点之一，因为12到14代对于 PCIe 5.0 SSD 的支援性实在是相对局限，通道怎么分都会有所牺牲。那我们先前又测过很多次 ，PCIe 4.0 到 5.0 游戏上差不多。但对于创作来说，还是可以省下5%到6%的输出时间，所以这也就带出了 Z890 通道充足，而且可以分割的好处。就以 ROG 这张来说 ，ROG 在主板上就直接给了6条的 SSD 插槽，非常够用。重点是其中的最多3条还可以做到 PCIe 5.0 的高速传输，所以单板6条 M.2， 其中3条 5.0 的配置，对于创作来说非常舒服。那我相信这也是去年很多人换 Z890 的原因之一。那在一些细节上，包括我会看的金属背板、第一条 SSD 散热器快拆、M.2 快拆、显卡快拆、WiFi 7天线快拆、5G 高速网孔 Thunderbolt 4，然后 ROG 一系列的 AI 超频、AI 散热、AI 网络控制，这张全部都有。反正都买到 Hero 了，基本上就是该有的都有啦。而在 CPU 部分，肯定就是我刚才聊过的新一代黑马 Intel Core Ultra 7 270K Plus。而在散热上，既然主题是 ROG 梦幻桌机，那肯定就是选 Aztec Gen 8 V2 方案的 ROG 龙王4代一体式水冷。基本上 ROG 的 logo 搭配上这块 6.67 寸曲面，然后可以做到类裸视 3D 的 AMOLED 萤幕，心灵温度就先降10度了。对了 ，ROG 这个冷头萤幕的位置有滑轨的设计，所以可以左右微调，不怕挡到主板 logo 的风采，拆装也比较方便。然后就是打开盒装，底部预涂了 ROG logo 的散热膏，装上去就可以使用，并且出厂的时候就已经是装好的串接式 ARGB 风扇。有装过电脑的朋友都知道，不用自己装水冷风扇有多舒服。RAM 的话，还有手上我还有几条。目前是搭48×2，总共96GB 6400的记忆体。以邦尼目前影片的规模来说，其实96GB 还是常常不够。但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继续沿用下去。SSD 部分，我也是继续用之前开箱过的 SM8100， 应该可以说是目前台湾也能买到最速的 Gen 5 SSD 之一了。显卡部分，这就更不用担心了。当年趁着原价，我们工作室全面换上了50系列的独显。看是要 ROG 的 RTX 5090，还是联名版本的 RTX 5080，都不用客气，随便挑，随便挑。那我相信这2张卡都不用再多介绍，包括 ROG 这世代经典的4风扇设计，塞好塞满的散热鳍片、变相散热片，以及顶级供电设计。
基本上不管长时间跑 4K、8K 剪辑 ，AI 都能有效解热，尤其是这一张，多让大家欣赏个几秒就很够了。然后机壳跟 Power 部分，还记得当年我们影片教学装的是 Helios 1代，现在2代已经推出啦。大机壳的好处就是好装，拿到就已经搭好4颗14寸的大风扇，然后 Helios 的内部空间很大嘛，要装360或是420的水冷冷排都可以。前方的 I/O 快捷键也是该有的都有。反正 Helios 2代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本来就是 ROG 很好装，客制化能力也很强的一个系列。Power 的话，我是要选80 Plus 白金认证的1200瓦 Thor 3代电工，右侧有 RGB 以及 OLED 显示萤幕，拿来看瓦数蛮方便的。比如说来个示范，我随便输出一下邦尼的专案，哇，直接600-700瓦。那1200瓦的 Power 拿来搭 Ultra 7 270K Plus 加5090也是绰绰有余了。好了，看到这个菜单，基本上就是微奢跟务实并行。主板选择务实的主流高阶版 Hero， 对于创作者来说，该有的都有，也有顶版的稳定性。然后 RAM、SSD、显卡肯定手上有的直接沿用，可以说是勤俭持家，并且终于可以完整释放 Gen 5潜力。那主要微奢的地方就是水冷、机壳跟 Power， 但也都还在存一下就可以负担的程度，并且 ROG 的用料还是稳定在线打，整套打起来还是挺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的老桌机跟这台新的桌机从13代升级到 Core Ultra 200S Plus 提升了多少。那依照惯例还是要简单带一下重点规格。今年的 Intel Core Ultra 7处理器 270K Plus 最大的看点就是 Intel 从上一代 265K 的8个 P Core 搭配上12个 E Core， 直接拉到了跟 Ultra 9 285K 相同的8个 P Core 搭配上16个 E Core 的配置，做到24核24执行序，并且也顺势提升到了 U9 同样的 32MB L3 以及 40MB L2 快取。虽然最大超频比 285K 的 5.7 GHz 低了一点，同样维持在 5.5 GHz， 但是靠着这一代在 D2D、Ring 等等核心的最佳化之下，我目前测下来几乎都可以做到接近甚至反超 Ultra 9 285K 的表现。就算以价格来看，其实也真的是今年的效能黑马啦。另外，今年还有同步推出的是 Intel Core Ultra 5 250K Plus 处理器，采用的是6个 P Core 加12个 E Core 的配置。但是以创作来说，我觉得今年真的是不用思考，直上 Ultra 7 270K Plus 即可。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实测环节。那实测我主要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趣味测试，我想看看我的旧桌机跟新桌机大概有多少的效能提升，跟我一起来看我可以早多少时间睡觉。而第二个部分，我还是会把今年的 Core Ultra 7 270K Plus 拿来对比我主力机上面的 Core Ultra 7 265K， 毕竟来到邦尼的频道，肯定还是要照顾在选购上有疑问的朋友。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可以更直观反映处理器极限效能的 Cinebench R23。今年的 Ultra 7 270K Plus 拿下了单核2346，多核42208。那对比上我的老主机，单核提升了 9.8%， 很不错，多核更是整整提升了 10%， 非常舒服。那对比上去年的 265K 以及 285K， 是不是就如我说的 U7 变 U9 了？相较起 Ultra 7，多核提升了 23%， 甚至略也比去年的 Ultra 9更高。毕竟这一年下来 ，Intel 也做了不少最佳化，这个结果真的不意外。好，理论效能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我们开始加大强度，直接来测 Premiere Pro 重度负载的15分钟 4K 输出，素材包括 4K 原片、4K 动画以及多层调色的输出测试。这个测试会是以重度 YouTube 4K 专案所设计的，平常 loading 比较大的创作者可以参考这组测试。经过我们实测，今年的 Core Ultra 7 270K Plus 在搭配上5090以及 DDR5 96GB RAM 的配置下，重度15分钟的 4K 影片输出，大约花费了4分18秒完成输出。那这个表现甚至比去年 Ultra 9 285K 更快。那对比上我目前这样的 Ultra 7 265K 就更不用多说了，直接快了 11%。如果对比上我目前这样的 i9 13900K， 搭配上相同的5090以及上一个世代 D4 的 128GB 记忆体，新的 Ultra 7 270K Plus 直接省下了 25% 的输出时间。
以我们过往超大型专案平均要输2-3个小时的状况来说，现在这套大概可以让我早1个小时回家睡觉。想一想还是挺舒服的。而且根据我的测试，如果你影片的动画比例更高的话，因为全部都只能用 CPU 和顶多内显去解，所以最多可以省到40%接近50%的输出时间，提升是非常有感的。好啦，今天目标已达成。那唯一需要提醒的是，目前蛮多主板在装上显卡之后，都会很好心的帮你把内显关掉。但对于创作来说，建议你进到 BIOS， 把内显自动关闭关掉，让内显保持开启。如此一来，在一些支援内显同时加速的软体当中，比如说我们开的 Premiere Pro 的设定里面，就可以看到 NVIDIA 和 Intel 2个选项，那你就可以同时勾选。在正常情况下，系统会自动选择最适合的硬体进行运算。那这个我们先前就测试过了，光是把内显的 GPU 加速打开，就直接可以省下13%的输出时间。不过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我想来测，就是 Intel 这次带来了全新的 IBOT， 全名叫做 Intel Binary Optimization Tool。那简单来说，就是 Intel 跟软体厂商深度合作，进一步强化运算效率以及命中率。要启动它的方法也很简单，现在当你透过 Intel 驱动更新工具检查更新的时候，系统就会直接提示你可以安装 Intel 应用程式最佳化的 App。那进来这个软体，首先就会看到大家熟悉针对不同软体的 APO 开关。那这次的 IBOT 它藏在这里，我们把进阶模式打开，你看这边就出来了 IBOT 的控制选项。那比如说我把古墓骑兵暗影打开，然后你看在开启 IBOT 之前，平均大概落在224帧上下，打开来之后直接有着13%的帧数提升，来到253帧。不过目前看下来 ，IBOT 非常仰赖软体商跟 Intel 共同合作最佳化。比如说我们测 Cyberpunk 2077，开启前后的差异比较小，大概只有2.7%的提升。但整体来说，这一代 Ultra 7 270K Plus 还是有着超越去年 Ultra 9 285K 的效能表现潜力。iBot 比较像是针对部分游戏进一步增强的选项。对了 ，Intel 今年也整合了旗下的各种效能最佳化套件。现在你只要安装 IPPP 一个套件，全名叫做 Intel Platform Performance Package Intel 平台效能套件，你就不用去个别下载多个 App。比如说刚才可以打开 IBOT 的 Intel APO 这个软体，现在也包含在 IPPP 的整个套件当中。所以你只要透过驱动助手安装上 IPPP， 对于新手来说更加方便友善。好啦，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想起过往一堆数据实测，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比较轻松但还是偷渡了一些数据测试的节目呢？有什么建议也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如果你看完这一节目也买好零件，准备动手组装的话，我们也有制作一集非常详细的电脑组装教学以及注意事项，欢迎参考。总之，如果还有任何问题、装机建议、选购建议，都欢迎底下留言一小问啦。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